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临江仙爆火逆袭，白鹿人气压肖战，强势竞逐傅锦传女主，9时花新格局出现。2025年夏季古装剧大战持续升温，其中原本被外界并不看好的临江仙，却意外成为最大黑马。该剧由白鹿与曾舜晞主演，虽然开播初期遭遇口碑争议，但在热度层面却迅速崛起。力压同期由肖战主演的《藏海传》，刘宇宁主演的《折腰》强势登顶热度榜。尤其令人侧目的是白鹿所饰演的女主李清月，仅播出1日就跃升角色人气榜第2位。仅次于肖战饰演的藏海，甚至超越剧中男主白九思、张婧仪饰演的香岸图，引发全网热议。作为一部以权谋与爱情交织为核心的古装剧，《临江仙》开播之初并不被业内外看好，剧中特效略显粗糙，部分造型土气，妆发不够精致，这些都成为网友吐槽的焦点。不少人甚至在首播夜就将其与同期制作精良的《藏海传》做出对比，认为视觉落差太大。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，在种种负面声音中，临江仙却靠剧情的强烈转折于主演之间的化学反应意外出圈。白鹿与曾舜晞所饰演的角色感情线展开迅速，前几集便直接进入成婚、洞房等重头戏，而后紧接着迎来白鹿身份暴露，男主反转囚禁的高虐情节，剧情节奏几乎零废话，迅速引爆话题。特别是婚后即囚禁的设定，让不少观众直呼真上头，反转之迅猛令观众措手不及，带来了极强的情绪冲击力。据猫眼专业版数据，《临江仙》开播当天即登顶日榜冠军，爱奇艺热度直破7685，创下平台近4年来古装剧首播最高纪录。这一成绩不仅打破了观众的先入为主印象，也说明内容节奏与情绪张力依旧是当代观众追剧首要关注的核心。白鹿人气逆势飙升，角色热度碾压同期演员。如果说临江仙成功逆袭是一个剧集现象，那么白鹿在其中的表现堪称演员现象。她所饰演的李清月不再是以往那种傻白甜的女主设定，而是一位心思缜密、身份成谜、兼具智谋与柔情的多面角色。随着剧情深入，李清月的复杂性愈发展露，不仅仅是一个恋爱脑，更是权谋棋局中擅长布局的关键角色。根据角色人气榜数据显示，李清月播出当日即位列全网第2，仅次于《藏海传》男主藏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白鹿的热度不仅超过了《藏海传》中的张婧仪饰演的女主香岸图，也超越了《折腰》中刘宇宁饰演的魏少，甚至压过了同剧男主白九思。这在一向男主导的古装剧市场中可谓极为罕见。不少业内人士分析，白鹿此次的角色之所以能爆，是因为她跳出了甜妹舒适圈，开始尝试更有层次与张力的表演。此前她在《长月烬明》《周生如故》中虽也积累不少粉丝，但始终未被视为真正的剧带人的女演员。而临江仙的破圈，让她以一种几乎碾压式的姿态完成了从甜宠小花到古装女强的蜕变，强势竞争傅锦传女主白鹿热巴杨紫3足鼎立。随着临江仙的热播，白鹿的声势水涨船高。而就在此时，业界传出她或将与迪丽热巴、杨紫一同角逐权谋大女主剧《傅锦传》的消息，
更令人感受到九十花格局正在悄然重塑。据悉，《傅锦传》由藏海传导演郑晓龙执导，并有望再次联手原著作者南派三叔。其小说改编自海清拿天鹅的《锦语书年》，但和藏海系林被大幅改编为《藏海传》一样，《傅锦传》也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写，强化权谋线与女性成长主题，力图打造一个女版的《藏海传》。目前网传主演人选集中在白鹿、迪丽热巴与杨紫三人，其中迪丽热巴因其此前在《量子贩鱼》剧组被探班而呼声较高，杨紫则因《生命树》热播中稳坐实力派女演员地位，而白鹿在《临江仙》中的表现无疑让她成为黑马入局者，尤其是在角色塑造和带剧能力方面，她展现出难得的爆发力。从作品储备看，白鹿近几年保持高产稳定输出，《宁安如梦》以爱未盈，周生如故，长月烬明皆有可观热度，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作品护城河。反观迪丽热巴虽国民度高，但2024年后作品较少，杨紫则在现实题材更强，古装权谋路线尚待再验证。可以说，《傅锦传》不仅是新一代权谋剧的风向标，更可能成为3位90花分出高下的关键之作。结语：白鹿崛起非偶然，90花格局将迎重新洗牌。从《临江仙》突围成功，到强势入围《傅锦传》主角候选，白鹿的这一轮爆发可谓来得又快又猛。但回顾他近年来的作品轨迹与角色挑战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幸运，而是长期积累下的量变到质变。他不再拘泥于甜宠剧一姐的标签，而是在古装、现实、悬疑等多种题材中持续试探边界，逐渐构建起多面女主的实力印象。在观众对女演员要求越来越高的当下，她的主动进化成为撕开一线壁垒的关键。随着《傅锦传》进入前期筹备阶段，可以预见这部剧将成为未来1年古装权谋剧的头部项目。而白鹿、热巴、杨紫之间的角逐，也将是90花在新时代影视格局下的一场重量级博弈。谁能最终拿下这个角色，不仅是演技与人气的比拼，更可能直接决定谁将成为下一位真正的古装女主天花板。让我们拭目以待。